以色列战时内阁表示，已经做好进攻拉法的作战准备。与此同时，黎以边境冲突持续升级。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以军已经消灭半数真主党指挥官。美军计划在地中海部署1000人部队，为加沙建立临时港口，只为加沙运送救援物资提供便利。德国国防军全面军事改革计划启动，成为冷战结束之后德国最全面、最系统的军事改革。日本推动电磁炮开发，并表示开发计划已经进入第2阶段。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当地时间2月25日，以色列军方在战时内阁会议上表示，国防军已经完成针对地面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表示，军方将在接受命令之后行动。拉法地区位于加沙地带的最南端，与埃及毗邻。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计划中，一直将进攻拉法作为决胜关键。因为内塔尼亚胡一直觉得这里是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最后据点，想要彻底消灭哈马斯，解救所有被哈马斯关押的人员，必须要占领拉法才可以。所以近2个月以来，内塔尼亚胡多次表示必须进攻拉法，并在上月批准了作战计划。但由于受到了外界的许多压力，导致以色列进攻拉法的军事行动迟迟未能展开。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以色列再次传出了关于进攻拉法的进展。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以色列国防军第162师已经移动到靠近拉法的区域。这支部队自行动开始之后就一直驻扎在加沙北部与中部地区，而以色列国防军的纳哈尔旅则结束半个月的战斗，在4月25日撤离加沙。有消息表示，这支部队撤出是为了进行休整，然后为拉法行动做准备。目前以色列国防军正在等待内塔尼亚胡的决定，一旦下达命令，将立刻启动撤离150万拉法民众的计划。截至目前，已经有15万加沙民众离开拉法，前往汉尤尼斯与马瓦西。按照以色列的计划，剩余的拉法居民撤离预计将持续数周时间，届时国防军将进入该城市。另外，有媒体报道，埃及代表团在4月26日抵达以色列，主要是为了推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不只是加沙地区，以色列还在北部边境地区展开行动。美直升机空中加油，直升机空中加油、调运悍马等操作，我们见多了。但你们见过吊着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的吗？据战争地带报道，4月2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测试评估中队的飞行员驾驶一架 CH-53K， 将一架 F-35C 测试原型机 CF-1 从马里兰州帕图森特和海军航空兵基地运往新泽西州的美国海军空战中心航空分部 NORCAD， 两地直线距离约260公里。这架 F-35C 已经拆除了机载设备、发动机、折叠机翼和水平尾翼。美国海军表示， CF-1 将用于未来的紧急恢复系统测试、法巡航导弹协同打击。据美国防务新闻4月25日报道，法国阿基坦号护卫舰和一艘续弗轮级攻击型核潜艇分别在相隔400公里的坎佩尔和比斯卡罗斯附近海域各自发射了一枚 MDCN 巡航导弹。随后2枚导弹同时击中位于法国西南部一处军事试验场的目标。对此，法国海军表示，巡航导弹协同打击的手段可以对敌军防御系统实施饱和式打击，提高在高强度环境下成功打击防御性目标的机会，相当于给欧洲海军新增了对地打击手段，提高了敌军的防空难度。这是法国海军首次进行此类试验。这段时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似乎有些升级。在4月22日晚，真主党向以色列境内连续发射了30余枚火箭炮，并击落一架以军大型无人机，并在4月23日又向以色列发射了多枚反装甲武器，造成数栋居民楼受损。在袭击发生之后，以色列快速反应，对黎巴嫩境内的南部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行动。仅4月24日当天，以军就对真主党40余个目标发动空袭，包括武器库、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观察哨所在内的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在持续数月的冲突中，以军已经消灭了半数真主党指挥官，另有1半多藏起来了。从这里来看，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是持续上升的。在冲突爆发之初，双方主要在边境线5公里范围内互相进行炮击，你打一发，我打一炮。当时外界认为这可能是一次比较短暂的冲突，应该很快就结束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相互攻击的范围越来越大，一度让黎巴嫩境内出现了恐慌情绪，并有大量居民逃离黎巴嫩。而在今年1月份，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南部的建筑，造成哈马斯2号人物死亡。此次袭击也成为以色列与黎巴嫩冲突中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后，以色列开始出动大量无人机或战机，对黎巴嫩腹地的多个真主党目标进行定点清除，最远的一次直接深入黎巴嫩150公里。与此同时，真主党也开始转变攻击策略，同样利用无人机对以色列本部发动袭击。直到今年4月份，以色列空袭伊朗大使馆，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报复行动的同时，真主党同样在本土发动袭击，多次利用火箭炮打击戈兰高地的以军目标。这样的局势发展让火力军觉得，双方已经进行了6个月的冲突，正在演变为长期的消耗战。一方面，真主党表示，只要以色列不停下对加沙的进攻，就不会停下对以色列的袭击。所以在以色列进攻拉法的时候，黎以边境的冲突强度可能会持续加强。但另一方面，鉴于真主党拥有比哈马斯更强的军事力量，以色列在加沙战事结束之后，应该不会发动针对黎巴嫩的地面行动。而真主党方面考虑到自身利益，也希望引发与以色列的全面冲突，所以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对以色列北部造成战略压力。所以火力军觉得，只要加沙战事没有停止，双方的冲突也不会停下，不过在强度方面也不会太高。与此同时，美国计划在加沙建造一个港口。3月7日的时候，拜登发表了国情咨文，表示将在地中海地区靠近加沙地带的附近水域建立一个临时码头，主要用于向加沙提供救援物资。因为加沙地区没有可以正常运作的港口，而且周围水域深度不够，无法容纳大型船只。而在哈马斯与以色列爆发冲突之后，以色列就不允许任何人在加沙地带建立可以保证大型船只使用的正常港口，只保留了一个供当地渔船停靠的小渔港。3月9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一艘后勤支援舰已经从兰利尤斯蒂斯联合基地出发，前往地中海中部。在这艘舰艇上携带了建立临时码头所需要的第一批设备。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将有上千名美军士兵被部署到地中海，来建立一个浮动平台。货船可以将救援物资卸载到小型军舰上，然后再通过小型军舰将救援武器运输到与海滩相连的地道上。卡车可以在这里取货，然后运输到加沙地区。此前，欧洲就宣布开通新海上路线，允许物资从距离加沙最近的欧盟国家塞浦路斯直接运往加沙地区。而这个临时港口就是为这些运输救援物资的船只服务的。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运输到加沙地区的救援物资必须经过美国与塞浦路斯进行筛查，而不是通过阿拉伯国家，这是让以色列接受的关键条件。按照当时的计划，预计将需要数周时间来完成。初步计划以塞浦路斯岛为基地，不过美军不会进入加沙。临时港口每天可以提供数百卡车的运输能力，起初由军方运营，后续将变成一个商业运营设施。而在4月25日，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批准了一项由美国中央司令部主导的在加沙海岸建立后勤走廊的新倡议，这将为加沙地区运输救援物资提供便利。以色列国防军将为码头建设提供安全与后勤支持。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德国全面军事改革的最新消息。在4月初，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宣布，一项针对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军事改革计划已经正式启动。涉及国防军从上到下的重组改革，涉及军事机构调整、军队规模扩充等诸多内容。自从2战结束之后，由于德国是战败国，内部进行了深刻彻底的反思。俄举行胜利日阅兵彩排。据俄新社莫斯科4月26日报道，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9周年阅兵式彩排活动于26日晚在莫斯科举行。报道称，按照传统，分列式行进队伍由 T-34坦克打头。紧随其后的是各种改进型虎式和台风装甲车、BTR-80装甲运兵车、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系统、S-400防空导弹系统和亚尔斯战略导弹系统发射车。或许俄罗斯今后的胜利日只能这一个了。勃朗宁手枪被取代。据战区报道，加拿大军方将在今年之前放弃其剩余的2战时期的9毫米勃朗宁大威力手枪，将由9毫米的 P320 Sig Sauer 进行取代。普格利斯 David Poyeze 援引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弗雷斯特 Cheryl Forrest 的话，首次报道了加拿大处置其勃朗宁的最新时间表。弗雷斯特证实称，目前加拿大库存中剩余有大约11000支该手枪。
加拿大军方可能会保留一定数量，用于特定的训练或其他特殊用途，尚未做出明确的决定。自此之后，反战成为德国各个阶层的共识，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头顶阴云消失，外部的安全环境大幅改善，于是和平主义开始成为德国的主流民意。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不断削减联邦国防军的人数，国防支出也基本位置在 GDP 的 1.5% 范围内。不只是德国，其他北约国家也纷纷刀枪入库。在这种环境下，德国军力再度萎缩，该裁员的裁员，该退役的退役，现役兵力只有17万人，算上预备役部队与准军事部队，总兵力只有不到25万人。要知道，土耳其都有50余万，法国与英国的兵力也超过了德国。毫不夸张地说，目前德国的兵力只能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对比了。但如今国际局势变了，德国感觉到联邦国防军无论在人员数量方面，还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已经难以适应现代高强度战争的需求。此前，德国一家智库在对比各国军队之后发现，德国联邦国防军陆军在世界各国陆军中排名25，而欧洲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是英国与法国。无论是在兵力规模、武器装备，还是在海外介入能力等方面，德国远远落后于这两个国家。真正让德国下定决心加强国防的是俄乌冲突的爆发。德国总理将这个重要事件称为时代的转折点，并明确表示德国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的联邦国防军。早在2016年，德国就提出了从开支、装备以及人员等方面实施扩军的计划，计划用时7年。后来在2018年，德国又提出更新国防军装备计划，并明确表示将在2031年之前全面实现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现代化与数字化建设。2023年，德国先后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与防务指导方针，对德国武装力量建设做出了规划设计，打算将德国打造成欧洲常规防御的基石。而根据德国政府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国防军可以正常运作的海军舰艇不足30%，可以正常起飞的军用直升机不足40%，战备水平与战备完好率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水平。于是，德国设立了1000亿欧元特别资金，用于采用先进的武器装备，并在今年实现国防开支占2% GDP 的目标。随着策略转变与资金支持，德国开启了军事改革。根据媒体报道，此次军事改革，德国将核心内容放在了增强指挥效能，建设新型作战力量。按照德国计划，预计将利用半年的时间对联邦国防军的架构进行重组。除此之外，德国在此次改革中还将组建网络与信息空军部队，专门执行情报侦察、电子战、网络攻防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维护等任务，以此来应对未来战争需求。这将是一个独立军种，与海陆空军地位相同。德国还将组建一个联合作战指挥司令部，对4个军种进行统一指挥，进一步理顺与北约之间的指挥关系。新建支援司令部，同意调配国防军的所有后勤资源，从而保障作战效率。而扩充部队规模是此次军改的主要目标之一。德国计划在2031年之前将现役兵力扩充到20万人以上。然而，在2011年德国取消义务兵役制度之后，国防军就很难征召到足够的新兵入伍。为实现扩军计划，德国打算恢复义务兵役制度。一项有关修改年轻人服役模式的提案，近期将提交德国议会审议。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军改可能会面临不小的挑战。国防支出的增加势必会导致其他支出的减少，不知道德国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接下来拭目以待吧。讲完德国之后，下面来聊聊日本自卫队吧。近期日本媒体报道，防卫装备厅的电磁炮开发计划已经进入了第2阶段。日本防卫装备厅表示，虽然目前尚未达到可以列装的程度，但由于电磁炮备受各国关注，日本也希望能尽快为自卫队装备。作为一种利用电磁场发射炮弹的武器，电磁炮可以提供火炮难以实现的发射速度，所以各国都在大力研发，日本同样不例外。目前，日本一直将研发重点放在如何给炮弹加速来应对高超音速武器方面。不过，当前各国研发的电磁炮在每次发射完炮弹之后都需要充电，无法在实战中发挥应有的威力。于是，日本在2023年年度预算中编列1亿美元，用于研发电磁炮连续发射技术。据称，这一过程需要4到5年的时间。电磁炮的主要优势，想必各位已经非常了解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考虑到各国都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电磁炮一度被认为是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最佳手段。但目前各国在研发电磁炮方面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电磁炮需要克服的难题之一，就是炮弹加速时产生的热量会对内弹道造成损耗。炮弹在几秒内加速到每秒2000米以上，
加速度巨大，与传统榴弹炮不是一个数量级。有美军军事专家认为，如果能解决炮管的损耗问题，就可以将电磁轨道炮的发射速度提升为500发每分钟，未来可用于舰上的新一代密集阵防空系统。除此之外，其次就是缩小电源里的问题。40毫米口径的电磁炮供电电源就有4个集装箱那么大，难以灵活部署。要知道，未来电磁炮无论是舰载还是地面部队，都需要针对搭载平台进行定制化开发，所以电源小型化必不可少。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了。关于以色列开启进攻拉法的军事行动，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